我在山西太谷的大山里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石头城堡，城墙高大无比，周围却是悬崖峭壁。通过无人机，我们能看到城墙上有箭垛，甚至还能隐约看到隐秘的暗道，里面有窑洞、水窖、粮仓，一应俱全，全部用山上的石头垒成，易守难攻。当地的老人告诉我，先锋年间，太平天国的战火向北蔓延时，山西的富商们为了躲避兵乱，选中了这处三面都是悬崖，只有一条小路能上来的绝地，建了这座城堡。寨门一关，这里就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。它不只是一座避难所，在150年前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这座建在绝壁上的空中堡垒，是晋商保护家族、钱财和生存希望的最后防线。如今寨墙早已斑驳，房屋多已倒塌。下面就请跟随路灯的镜头，一起走进这座沉默的石头堡垒，听听它身上被岁月刻下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路灯。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座石头古寨的下方，在这儿呢，我发现了一块石碑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它上面写的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善庄寨址，是山西省人民政府2021年8月04日公布，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立。看，上边呢就是那座石头古寨。我们顺着旁边的一条小路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车呢现在只能停到这下边了，这有一个简陋的停车场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吧。我们不确定这条路能不能上去，但是看呢，这应该是那条老路，这以前人们走的。现在这条路呢，这个也是一个石头路，石头砌的，是长条的大青石。这个山呢看着不高，但是你爬的时候还是挺高的。哎呀，这也要爬一会儿呢。这个山呢看着不高，但是你爬的时候还是挺高的。这路的两边呢，种了一些柏树，应该是新种的。查了一下呢，这个寨子叫青龙寨，它的海拔是1386米，而这个石头寨呢，就是建立在这个山顶之上。风景很美啊！对，我们看对面的山上也有一个古寨，但是呢，我们刚才看到它那儿有塔吊，那个寨子应该是新建的，是为了做旅游景点，在山顶建的，也是一个石头古寨。然后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古寨呢，它是一个老的古寨，它已经废弃了。快到了。坚持一下，快到了。这如果是开个越野车的话，这条路也能上来。但是我们那个车呢，底盘比较低，我们那个车上不来，我们只能往上爬。我的车也不一定能过去，也不行。坦克。看这路特别难走，快到了，看已经在这个城墙的下边了，寨墙的下边，是一个哇，全是石头砌的，石头砌的围墙，很高啊，这么看着像长城一样。它上面那节已经是重新垒的了。那一家，对，这个位置有一点是重新垒的。对，这边是旧的。但那些，你看围起来叫什么长城这个，那是旧的。东四形这个都是新的啊。
那边那估计也是新的。对，它应该是经过修缮了。我们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。这个寨墙旁边就是悬崖绝壁，这地方看起来真的是易守难攻啊！啊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石头寨子的门口，啊，这是一个石头大门，这个门是新的门，但是这个城墙是旧的，上面那个垛口看着像新的补的，是后来应该是修缮的，跟下边的石头的颜色不一样。但是呢，从这儿你也能看出来，它石头墙的周边全是悬崖绝壁，这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！真的攻进去是非常难的。所以在山顶上建这么一个雄伟的石头寨子，一定要具备2个条件：一呢，你必须要有专业的这种军事眼光；二呢，你必须要有雄厚的财力去支撑它，要不然你是建不起来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也能看出来，当年的山西土财主们真的是财大气粗啊！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儿有一个匾额，上边写的字儿看不清了。这全是石头圈的。这儿有2扇木门，这2扇木门应该是以前的，显得比较旧。看，这房子已经塌了。这个碎石瓦砾散了一地，这儿以前也是一个屋子，这也是石头圈的，是一个圈的一个洞子。而且看这个石壁的石头呢，也是经过修整以后才砌的。你看这个石头都方方正正，非常的规矩。这儿相比于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在黄土高坡上那个寨子呢，保留的还比较好一些，因为这儿全是石头造的嘛，那个是黄土造的，所以那个就已经全塌掉了，只能看到地基。而这儿你看还能看到完整的房子，看这就是完整的房子。这是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现在面前的是5间洞子，这全是石头圈的洞子。在山西这边呢，好多黄土高坡上它就是窑洞。而在河北太行山的一些农村呢，他们也是喜欢用石头来圈这种洞子型的这种房子，因为这种房子呢是冬暖夏凉。外边这个石头也是应该经过后来修缮的，修缮了一半，应该是后来就放弃了。为什么原因放弃了呢？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。我们在这里面转转。看，这是寨墙。如果我们是在寨前上往下看的话，视野非常的开阔，视野非常的开阔。看，这就是进寨子的必经之路。所以，如果是你是强盗、土匪来攻这个寨子啊，还一时半会儿还真是攻不下来，太难了。你看周边都没有站脚的地方，而且周边经济丛生，都容不下人，你根本没法攻。这选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好了，这个创立者真的是太有军事眼光了。我们听见上边有人在说话，这是有人要穿越了吗？上去看看，哟，有人啊！还挺大，看。这上面得能住上百号人吧？上去看看。走，那去哪儿了你？哎呀，这是寨墙，看寨墙的下边。
好多坍塌的，这是后来经过修缮了。但是这个修缮是什么时候修缮的，我们现在看不出来，不知道是这个解放以前还是民国的时候修缮的。因为据我看资料呢，这儿这个石头寨子呢是清朝的时候建的。我们现在走的呢就是这个房顶，这边就过不去了。这个房顶的木头都露出来了，然后上边呢也是有一些石头。就危险了。看这院落住的人还不少呢，所以能看到当时这个地方的这个辉煌。看着脚底下啊，一定要看好，小心有什么有个漏洞给陷下去了。毕竟这地方已经年久失修。这个寨子呢叫千善庄寨，也叫青龙寨。据寨子最后的主人曹克让老先生回忆呢，在先锋年间，也就是公元1853年，他们的祖父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晋商，三多堂的当家主持人，花了2200两白银买下了这座寨子。这还不算，后来他家又陆陆续续投入了70万两白银，对寨子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加固。整个工程一直到了1858年才彻底完工。完工之后呢，老当家引用孟子里的“明前善而不知为知者”这句话的深意，将寨子正式改名为前善庄。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，算算也快有200年的历史了。你们从哪里过来的？啊，你们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们啊，我们就是太谷。就是太谷的。您哪儿的？我们是河北的。河北的啊？哎，跑这么远看着这。啊，走呀走呀，咱们下山呀。这石头洞。以前修缮的时候搭的架子。对，这应该就是修缮了一半儿，不干了。这也是个屋子，这全是石头圈的洞子。看这个地方，这当年应该是烧炕走烟的地方。这应该是个卧室。这边的人冬天取暖就是烧炕，睡的是土炕。哎，上来，这儿能上来，这儿能上来。这是个院子。来这儿上来，飞个无人机。周边的山上密密麻麻的铺满了太阳能板，来发电的。千善庄的命运呢，真是多灾多难。曹家当年花大价钱买下了它，本来是当避暑山庄用的，可是没清静几年，太平天国的军队就打到了山西，临汾失守，附近城镇的百姓呢拖家带口，全家逃到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山寨里边避难。他第一次成了大家的保命墙。到了民国，日本人打过来了，太谷城沦陷了，城里的有钱人又想起了这座山巅的古寨，纷纷躲了上来。日本人知道以后恼羞成怒，觉得这是对抗他们的堡垒。
1940年的一天，一队日军带着火把上了山。他们对这座坚固的城寨呢，多次进攻都没有攻下来，最后就纵火烧毁。木质的门楼、屋梁在火光中噼啪倒塌，浓烟笼罩了山崖。那把火烧掉了寨子里大半的房屋，也烧断了这里的人间烟火。从那以后呢，千善庄就真正的开始了它漫长而荒凉的岁月，静静矗立在悬崖边，只剩下断壁残垣，对着群山诉说往事。行走在这废弃的城堡上，闭上眼，仿佛能听见当年的车马声、欢笑声在山谷里回响。如今一切归于平静，草木疯长，鸟兽自在，大自然温柔地抹去了一切痕迹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感谢订阅路灯旅行，为你分享旅途故事。